今天我们来聊聊膝盖痛，真的只能怪年纪大、关节退化吗？许多人一过40岁就开始担心膝盖，上下楼梯发软，蹲下站起发出咔咔声，甚至隐隐作痛。去看医生 ，X 光一照，常被告知是退化性膝关节炎，意思就是年纪到了，软骨磨损了。医生可能会说，这是自然老化，先吃点止痛药，打支玻尿酸撑着，等膝盖坏到不能走，再来换人工关节。听起来好无奈，仿佛膝盖寿命已被宣判，只能一步步走向开刀换关节的命运。可是真的没有别的方法了吗？今天就带大家看看一位骨科权威医师如何颠覆传统观念，教我们不开刀也能逆转膝关节退化，让膝盖自己好起来。退化性膝关节炎这个名字乍听之下仿佛就是年纪大了关节自然磨损的结果，然而这其实是一个含糊又让人泄气的名称。骨科名医吕绍瑞医师直言，膝关节的软骨其实很无辜，它并不是自己老化退化的，而是被某些不当使用给破坏的。在他看来，退化性这3个字应该打上引号，因为问题根源未必是退化。如果真正原因不是单纯老化，那膝盖痛也许就有治愈逆转的机会。吕医师有40年的丰富经验，他回忆说，职业生涯前10年，他和多数医师一样，相信膝关节痛是岁月累积磨损的自然结果。治疗上无非就是开药止痛，定期打针润滑，再叮咛病患能拖就拖，拖到非换关节不可。再说，这种不可逆的观念在过去根深蒂固，但随着接触更多患者，他开始怀疑，如果只是老化，为什么并不是每个老人膝盖都退化？同一个人身上，不同关节退化程度也不同。例如肩关节、踝关节很少听说退化，偏偏膝盖特别常见，甚至就算同一侧膝盖，内侧软骨常常坏得比外侧严重。要是纯粹年龄作祟，为何退化不平均？种种反证让他意识到，把膝关节问题全推给老化，其实很不负责任。抱着万物皆有原因的信念，吕医师决心找出膝盖退化背后真正的罪魁祸首。大约在他从医10余年时，一个病例深深震撼了他。一位辛苦了一辈子的老农民，双膝疼痛难忍，在其他医院换了人工关节，本以为装上钢骨铁膝就没事了，岂料术后反复感染，又经历多次翻修手术，伤口一次比一次大，功能一次比一次差，最后这位可怜的老农不堪折磨，走上了绝路。这个悲剧让吕医师心痛之余，不禁自问，难道我们眼睁睁看着病人受苦，只能消极等待膝盖坏死去换关节吗？难道膝盖的命运真的无法改变吗？就在那时，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出膝盖退化背后可以预防治疗的原因，再也不要让悲剧重演。机会终于出现，一次帮病人做膝关节内视镜检查时，他意外发现关节腔内有一条不起眼的组织反复摩擦着膝关节内侧的骨头和软骨。这条组织叫做内侧皱壁，也称滑膜皱壁，本是人类胚胎时期膝关节留下一小片膜状构造，就像衣服上的褶皱。年轻时它柔软光滑，薄如蝉翼，没什么存在感。但是人的膝盖实在太勤奋了，我们每天走路、上下楼、坐下站起，不知要弯曲伸直多少次，平均1年居然弯膝上百万次，而每一次膝盖弯曲都好比铰链在折叠，那条内侧皱壁就紧贴着股骨内侧髁，膝关节内侧的骨头凸起，来回滑动摩擦。1、2下摩擦当然没什么，但日积月累，几千万次下来，润滑剂也磨干了，皱壁和骨头之间产生了持续的物理摩擦和化学刺激，就像细嫩的丝瓜布不停刷磨，同一部位常年受损，膝关节内侧软骨开始出现破皮、刮痕，逐渐被侵蚀破坏。吕医师形容这个过程非常生动，原本内侧皱壁柔嫩平滑，像新鲜的丝瓜，可到了30-40岁，它开始纤维化、变硬、失去弹性，等年过50，皱壁终于被磨得又粗又硬，仿佛厨房洗锅的菜瓜布。试想，把菜瓜布塞进膝盖里，每走一次路就刷一下软骨，软骨怎么可能不受伤？这就是许多人膝盖退化背后的真相。原来我们的膝盖并非无缘无故老化，而是误用了膝盖，
让内侧结构产生慢性摩擦伤害，久而久之导致软骨磨损、疼痛发炎。吕医师将这种情形定义为内侧摩擦现象引发的内侧摩擦症候群。更有趣的是，这解释了为什么退化多半发生在膝关节的特定部位。正常走路跑步时，我们膝盖虽然不停弯曲，但受力时角度其实不大，软骨面主要做滚动动作，不会彼此摩擦，因此一般活动不太伤软骨。然而现代人很多动作超出了膝关节演化保护的范围，深蹲、爬楼梯、自行车、大角度屈膝运动，这些使膝盖弯曲超过30度甚至60度。一旦超过某角度，膝关节的接触面就开始发生滑动摩擦，尤其当内侧皱壁已经发炎肿厚时，即使小幅度弯曲都可能被夹住，引发剧痛，并迅速损耗软骨。因此那些工作需要长时间弯膝或重复蹲跪的人，膝盖往往坏得特别快。年轻时过度激烈运动受伤，如半月板或韧带断裂，也会打破关节平衡，加速局部软骨磨损。总而言之，任何让软骨长期反复受压、摩擦的因素，都在悄悄毁坏膝盖。只是这过程潜伏期很长，常常从年轻埋下种子，到中年才开始痛。等老年症状严重时，往往已经错过黄金治疗期。吕医师的研究发现，所谓退化性膝关节炎的患者中，其实只有约1成是真正明确有外伤或关节炎等病因，例如严重受伤后遗症、风湿免疫疾病等，这些属于继发性退化，因为能找到原因。而剩下90%患者找不到明显外伤病史，属于原发性。过去被想当然归咎于年龄老化，现在看来，这90%里头，绝大多数其实大概都是内侧摩擦症候群在作祟。换句话说，90%膝盖退化痛的真正元凶不是自然老化，而是咱们日积月累用错了膝盖。既然不是单纯老化，那就代表只要找出病因，其实有机会治疗，甚至让受损的软骨重新长好。也许有人会质疑，软骨磨损了还能自己长回去吗？传统观念里，关节软骨损伤几乎不可恢复，因为它不像皮肤会流血结痂愈合，软骨没有血管，修复能力很差。但吕医师不愿放弃这一丝希望，他在研究病因的同时，也着手探索治疗的新路。早期，他尝试用关节镜手术伸进膝盖，把发炎增生的内侧皱壁给清除掉，减少异物摩擦。许多病人术后疼痛缓解不少，然而光清掉皱壁还不够，因为常年不当受力，让膝关节周围韧带肌肉紧绷失衡，腿的机械轴线往往跑偏，比如膝内翻 O 型腿等，这会使内侧软骨承受压力依然过大。于是他接着研发关节松解与力线调整的技巧，在关节镜辅助下，适度释放过紧的软组织，矫正膝盖受力的角度，让压在内侧的重量稍微分散开来。经过不断改良，他创新出关节镜软骨再生促进术。这种微创手术一方面移除摩擦来源，皱壁及碎裂软骨，一方面营造软骨再生的环境，包括调整力线减压，以及在软骨缺损处适度刺激，让骨髓流出一些干细胞等，诱导新的软骨细胞生长。经过10多年的追踪观察，他亲眼目睹不少病人膝盖软骨厚度逐渐增加，关节状况明显改善。这些成果还发表在国际期刊上，证实退化的软骨其实有再生的可能。软骨的再生就好比荒地重新长出草皮，但前提是先得停止踩踏破坏，还要适当浇水养护。换到膝盖上，道理也是一样，只要及早除掉那些伤害软骨的因素，剩余的健康软骨细胞就有机会慢慢修补缺口。特别是在退化初期，软骨损伤还不严重时，如果能改善膝盖的使用方式，减少压力，并配合适当运动刺激，有些患者不用开刀也能达到和手术接近的效果。吕医师长期追踪发现，早期的1、2期膝关节退化属于他定义的内侧摩擦症候群分期。透过生活习惯调整和肌力训练，很多人疼痛消失，功能恢复，甚至软骨磨损的程度也没有再恶化，部分还有所好转。也就是说，第1、第2期的膝盖可以靠自己救回来，等真的把关节养好了，甚至可能永远不需要走到末期去换关节。
这发现让吕医师非常兴奋，因为他证明了退化性关节炎并非绝症，只要抓对病因治疗，膝盖未必一定越来越糟。当然，中晚期3、4、5期的退化，由于软骨破坏已较严重，单靠运动恐怕不足以让软骨长回来，这时就可能需要向吕医师开发的手术或其他医疗介入来帮忙。然而，如果能提早发现问题苗头，在第1、2期就开始积极处理，我们多数人其实有希望一辈子不用面对人工关节钢铁人的命运。关键就在于提早自救保健，别等膝盖坏到无路可退才寻求手术。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平时究竟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膝盖不开刀也逐渐修复，逆转退化呢？接下来介绍吕医师总结出的智慧护膝3+3原则，也就是3大使用原则加3项护膝运动，被誉为膝关节的救星。吕医师强调，要让膝盖好起来，首先得从日常生活下手，改掉那些让内侧皱臂和软骨反复受伤的习惯。他提出的智慧护膝3原则非常简单，易记：少弯、慢弯，不要弯太久。这短短9个字涵盖了保护膝关节的黄金要诀。少弯就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深度弯曲，膝关节弯曲角度越大，软骨彼此摩擦机会越多，特别是超过60度后磨损风险飙升。因此平时要避免深蹲、久跪、盘腿等动作。如果必须蹲下拿东西，尽量半蹲或者扶着东西蹲，千万别猛然蹲到底。很多人年轻时喜欢翘脚盘坐，蹲着工作，觉得身体柔软没差，但等到中年才发现膝盖早被透支。也难怪民间说人老腿先老，因为我们把膝盖用在了刀刃上。从现在开始，能站就不要蹲，能坐高椅就不要矮凳子，减少膝盖深弯的次数，你的软骨就能少受一次伤。慢慢弯，有些时候弯曲膝盖是在所难免，例如上下楼梯、起身坐下，这时候务必记得放慢动作，避免冲击。想象一下，如果膝关节里有颗沙粒，动作快就像砂纸急速打磨关节，动作慢则大大减轻摩擦损害。很多人上下楼、下蹲起立都习惯砰第一下，其实这对关节很不好。我们应该像老生入定般轻缓地弯腰取膝，让关节有适应缓冲的时间，慢半拍，膝盖更安全。另外，改变用力位置也有帮助，比如下楼梯时先用前脚掌点地，再慢慢全脚掌着地，仿佛猫咪走路，膝盖受力就会小很多。起身时可以先扶膝或扶椅子，减轻膝关节瞬间的压力。别小看这些动作调整，日积月累可以为膝盖省下无数次磨损。不要弯太久，这个原则是避免维持膝盖长时间同一种弯曲姿势。许多人因为膝痛，干脆长时间坐着不敢动，还有人喜欢蹲坐玩手机，一跪就是半小时。事实上，膝关节长久固定在某个角度，软骨间持续挤压不动，就像海绵一直被压着不放，养分进不去，废物出不来，软骨更容易坏。你可能有经验，久坐久蹲后猛然站起，膝盖特别僵硬，甚至疼痛，这就是长时间弯曲造成的静态压力伤害。因此，每坐40分钟左右就应该站起来活动一下，伸展双腿。如果因工作必须久站不动，也请适时活动膝盖，变换姿势。总之，别让膝盖维持一成不变的弯曲太久。正如牙齿不能久久咬紧，关节也需要时不时松口气，少弯、慢弯、弯不久。这3招看似平平无奇，却蕴含大智慧。有人或许抱怨，难道我以后都不能下蹲运动了吗？其实原则并非禁绝你做任何动作，而是教你用更聪明的方式保养膝盖。只要遵守这3点，你平常走路上下楼都等于在正确使用膝盖，软骨受到的磨损将大大减少。别忘了，有些长寿老人到80、90岁膝盖还很好，就是一辈子习惯良好，用膝恰当的成果。我们也可以成为那样的人。光注意生活细节还不够，吕医师还研发了一套简单易行的护膝3运动，帮助大家强化膝盖筋骨，提升关节耐受度。他强调，这3个动作就像刷牙一样，要天天做，才能保持膝关节的灵活与稳定。即使是刚做完手术的人，术后3个月内配合这套运动，
对软骨修复也大有助益。而对于想预防或逆转早期退化的人来说，更是每天投资膝盖健康的必要功课。我们来看看是哪3个神奇动作。第一招，股四头肌强化直抬腿运动。这个动作的目的是锻炼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增强膝关节的动态稳定性。简单来说，就是给膝盖装上一副强力避震器。做法很容易，早把有靠背的稳固椅子做好，背打直，双脚平放地面，然后一腿伸直向前抬起，抬到小腿与地面平行为止。脚尖同时记得往身体方向勾，让整条腿绷直，维持伸直抬平约10秒。你会感到大腿前侧肌肉用力紧绷，然后放松腿部，休息2到3秒，换另一侧抬腿同样保持10秒，一左一右为一组，如此交替各10下。刚开始可以量力而为，慢慢增加。注意全程保持上半身挺直，不要前倾后仰。每天做3到4组，这个动作不占空间，办公室坐着就能练。坚持下来，大腿肌肉变得结实有力，走路上下楼梯就稳如泰山。当我们肌肉够强壮时，膝关节在动态活动中就不会东倒西歪，软骨也比较不会被磨损，等于给膝盖穿上一层保护铠甲。第二招，抱膝运动。这个动作主攻增加膝关节的灵活度。很多人膝盖久不活动会变僵，屈不起来或伸不直，这会让软骨某些区域承受过多压力。我们希望膝盖保持良好的活动范围，就像门轴要定期上游转动，才不会生锈卡死。抱膝运动可以温和地帮助膝盖活动到较大的弯曲角度，松动关节，减少长久静态压力。做法可以采坐姿或平躺姿。坐姿，坐在椅子边缘，先将左腿抬起离地，双手抱住左小腿或膝盖下方，慢慢将膝盖往胸口方向拉近，弯曲到自己觉得紧但可耐受的角度。保持这姿势约5到10秒，你会觉得膝后韧带肌肉有被拉伸的感觉。然后放下左腿，换右腿，以同样方式抱膝拉向身体，维持5到10秒，左右交替各做10下。如果一开始膝关节很僵硬，痛痛的，拉到一半受不了，可以暂停在那个角度休息，但手不要放开，稍微保持弯曲一阵子，等疼痛减缓再尝试多弯一点点。也可以在椅子前再摆一张矮凳，当抱膝到极限时，把脚先放在小凳上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抱膝拉近。随着练习，你会发现膝盖可以弯得越来越弯，不适感也减轻。平躺姿，平躺在床上或瑜伽垫，左腿平伸在床，右腿弯曲，用双手抱住膝盖往胸前拉，保持10秒后放下换腿。无论哪种姿势，抱膝运动都能帮助软组织伸展，促进关节滑液循环，就像给膝盖上了润滑油。每天持之以恒，久坐后僵硬感会减少，弯曲不再卡卡的。第3招，压膝运动。这适合抱膝相对的另一个方向动作，目标同样是增加关节灵活度，并减轻膝盖长久伸不直带来的静态压力。有的人因疼痛或习惯，膝盖老是处在微弯状态，从来没让它完全伸直过。殊不知膝关节如果不能伸直，软骨某部分就等于一直被压着，时间久了，那块软骨营养不良，容易退化。因此我们要练习让膝盖完全伸直放松。压膝运动的做法，平躺在床上或坐在地板上也行，将左腿伸直，脚跟下方垫一个毛巾卷或小枕头，这样膝盖悬空，有个下压的空间。然后双手轻轻放在左膝上方，慢慢施加压力往下压膝盖，试着让膝窝更贴近床面。压的时候不要弹肌，而是稳稳的下压，感觉整条腿后侧被拉伸，保持下压几秒钟，可依自己情况从5秒逐渐延长到10到15秒，再放松，重复压膝动作10下，接着换右腿，过程相同。要点是量力而为，不需要使劲压到痛的冒汗，只求轻柔持续的压力，让关节逐渐打直。如果膝盖后侧肌腱实在太紧，你可以改坐在床上，腿打直，然后用手按膝盖。刚开始压不下去没关系，每天压一压，腿筋会慢慢放松伸展，膝关节最终能完全伸直。别小看伸直这几度差距，当你走路站立时，膝盖能打直锁住，就能支撑身体重量，而不靠肌肉硬撑，关节处于稳定省力的状态。反之，若老是弯着腿站，软骨会一直承压受力，
有些人做完压膝运动，觉得走路姿势都变顺畅了，这就是因为膝盖活动度改善，力线更正了的效果。以上3个护膝运动，一个强肌肉，2个增灵活，缺一不可。每天花个10分钟确实执行，你等于每天都在给膝盖做复健保养。别忘了，运动前可以热敷膝盖或稍微活动暖身，增加效果。坚持几周后，大多数人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蹲起比较有力，走远一点也不那么酸软了。如果再配合刚刚提到的3大原则，少折磨膝盖，内侧摩擦减轻，软骨就有喘息复原的机会。这套自己的膝盖自己救方案已经帮助很多人找回行动自如的生活，不开刀不打针，膝盖一样可以好起来。讲了这么多，有些朋友可能还在犹豫，我膝盖都痛这么久了，真的只靠改姿势和运动就行吗？要不要还是去医院打个针比较快？这里就要特别提醒，膝盖痛千万别乱打针。很多人听信偏方或是不当医疗，结果膝盖越治越糟。我们来谈谈常见的治疗误区。首先是滥打类固醇止痛针，有些长辈膝盖一痛就要求医师打一针消炎止痛药，多半是类固醇。的确，类固醇注射到关节内能迅速减轻炎症和疼痛，效果立竿见影。但如果频繁注射，类固醇会抑制软骨细胞代谢，长久下来反而加速关节退化。而且一旦注射见效快，患者往往更忽视根本原因的治疗，继续过度使用膝盖，等药效过去可能伤得更重。更可怕的是，每打一次针就增加一次感染风险，万一细菌经由针头进入关节，那麻烦就大了。所以类固醇针不是不能打，而是必须慎重。通常医师只会在关节急性发炎肿痛难忍时偶尔使用，1年顶多几次，而且必须配合后续治疗。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万灵丹，痛了就去打一针，治标不治本，只会让问题积累恶化。再来是过度依赖润滑针。玻尿酸，玻尿酸是正常关节液的成分，关节退化时玻尿酸浓度降低，所以打玻尿酸进去可以补充润滑。短期内不少人觉得膝盖比较滑顺，走路比较轻松。然而玻尿酸毕竟只是被动增加润滑，无法逆转结构伤害。如果膝盖里那块菜瓜布还在疯狂刮蹭软骨，光靠油多也没用，再好的机油也抵不住齿轮持续磨合啊。因此玻尿酸适合轻中度退化性关节炎，每隔一阵子施打一剂，作为辅助减少摩擦，但它并不能阻止退化进程，更别说让软骨重生。所以别以为打了润滑针膝盖就万事大吉，可以继续操劳。医界统计，有效的玻尿酸注射疗程通常是1周1次，连打3到5周，然后维持半年到1年效果。如果打过2-3轮效果都不明显，就不宜一直打下去，那只是在浪费金钱和时间。至于近年流行的 PRP 注射、高浓度血小板血浆和各种干细胞疗法，原理是利用身体自身的生长因子或干细胞来修复组织，在退化性膝关节炎上也有不少尝试。有些研究显示 PRP 对于改善疼痛和功能是有帮助的，比单纯玻尿酸可能效果更持久，但这类治疗昂贵，对软骨再生的实际作用还在研究中，而且依然解决不了机械性摩擦的问题。如果注射后病人照样姿势不良，缺乏肌力，软骨依旧会继续磨损。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些新疗法视为辅助手段，而不能本末倒置的依赖打针，却忽略了根本改善。真正决定膝盖命运的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保养。最后谈到手术，假如退化已经很严重，生活受限，该开刀还是得开。但正如前面老农民的故事警惕，我们的人工关节置换不是童话结局，它确实能解除髌骨摩擦，恢复膝关节对线，成功率高，术后多数疼痛改善。然而大约有30%患者做完仍不满意，可能还是隐隐作痛或感到不自然。此外，少部分人会发生感染、松脱等并发症，不得不2次、3次手术翻修，手术范围越做越大，功能也越修越差。对高龄者来说，手术和麻醉本身就是风险。有些人因为害怕风险，一拖再拖，拖到生活品质极差才去换关节。其实现在换膝技术成熟，高龄90岁的患者都有开刀成功案例，
但能不开刀当然是最好的。毕竟换上人工关节后也不是高枕无忧，仍需要复健和谨慎使用，使用寿命到了可能还得重换一次。因此我们强调提前防治胜于事后补救，如果透过不开刀的方法就能缓解疼痛、恢复功能，何乐而不为呢？听完以上的深入分析，你会发现膝盖退化并非命中注定，而是有迹可循，可以逆转的。不要再以为膝盖痛只是老了没办法，也不要盲目的打一针止痛了事。我们的膝关节其实非常忠厚耐用，它陪着我们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承受了一生的重量与劳动。如果使用得当，膝盖可以服务我们到老都不罢工。相反，如果错用滥用，再年轻的膝盖都经不起折腾。现在我们掌握了不开刀逆转退化的秘诀，找出真正病因，内侧摩擦，遵循少弯、慢弯、弯不久的智慧原则，并天天坚持直抬腿、抱膝、压膝3件小事。我们不需要昂贵仪器，也不用依赖药物针剂，只需凭借毅力和正确的方法，就能一步步养护软骨，强化膝力，让退化趋势减缓甚至扭转。当然 ROM 不是一天造成的，膝盖的恢复也需要时间，重点在于从现在开始行动，别等膝盖伤痕累累才追悔莫及。回想那位绝望的老农民，如果当年有人告诉他这些观念，也许结局会不一样。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就拥有这份知识，可以改写自己膝盖的未来。膝盖痛不再是不可逆的诅咒，而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求救讯号，提醒我们改善习惯，积极自救。只要照着做，许多人的经验证明膝盖真的会慢慢好转。到那时，你会惊喜地发现，上下楼梯轻松了，走更远，腿也有力了。过去不敢做的动作，现在也能试试了。最棒的是，那种掌控自己健康的踏实感，将让你对年龄增长少了畏惧，多了自信。最后，用吕少瑞医师常说的一句话作结：自己的膝盖自己救。没有人比你更爱惜你的膝盖，也没有人能代替你养好它。与其等着挨一刀换人工关节，不如现在就开始好好善待你的膝盖，每天给它一点时间和耐心，强化肌肉，改善姿势，减少摩擦。让我们一起证明，即使岁月增加，我们的膝盖依然可以灵活强健，带着我们走遍人生的每一段路。下次膝盖再发出抗议声，不妨记住今天的分享，别急着打针掩盖它的声音，试着倾听膝盖的需要，运用正确的方法来照顾它。或许你将亲眼见证自己的膝关节起死回生的奇迹，真正做到不开刀逆转退化，迈向没有痛苦的自在人生。